家好，我是韩剧 TV， 今天我们接着看某一天第7集。上回说到小金在二审失利，而申崇汉查出案件居然另有3位嫌疑人。今天我们接着往下说，第3位嫌疑人李哲浩看起来情绪激动，申崇汉掏出武器对峙，俩人隔空互骂，还好警察及时赶到解除危机。他向徐秀珍打电话确认二审的战况，徐秀珍自责地哭了出来。申崇汉得知情况后却安慰小金，小金被验检察官怼得一脸自我怀疑的衰样，现在法庭上否认自己杀人，再到现在又说自己也不清楚是否杀人，导致同寝室的大叔都不信任他了。白虎帮老大变本加厉的欺负，别的狱友也处处孤立他，孤独和恐惧无处不在。之前他坚信自己可以出狱，所以不去找杜志泰帮忙，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他必须向杜志泰讨教如何在监狱里生存。杜志泰说自己年轻时也是个模范好学生，但意外卷入暴力案件后蒙受不白之冤，他也曾努力的为自己讨回公道，但没一个人相信他，他甚至起了自杀的念头，最后痛定思痛，得出想活下去就必须做出改变的结论。小金便跟着杜志泰抽烟喝酒学打架，连杜志泰嚣张的样子都学到了精髓。期间妹妹智秀对他电话里的控诉更是刺激他加倍的锻炼和练习打架。小金剪掉了头发，和之前懦弱的自己做了个告别。白虎帮老大约他锅炉房单挑，只有做个了结才能让对方心服口服。他如约而至，先靠拉登占取先机，然后逮住白虎帮老大一顿狂揍。事后他扔掉哮喘喷雾，以后必须要靠自己熬过去了。后来他被转移到了2楼单人间牢房，牢房贴着一张海岸沙滩的海报。小金久久凝望着他，不知自己何时才能重见天日。二审失利后，申崇汉压力更深，想起委托人小金那绝望的样子，他直接心态崩了。前任受不了申崇汉自暴自弃，他安慰申崇汉不要放弃，无论是治病还是案子乃至家庭。前任求复合的意思明显，让申崇汉又鼓起了信心，重新开始梳理起案子。庭审继续，第一个证人严基宗上台，他承认向菊花贩过毒，还和菊花酒后乱性，但被女朋友尹孝珍发现后，菊花就称是他单方面强奸自己。他案发当日给菊花打电话，就是为了质问菊花为什么要撒谎而已。第二个证人尹孝珍上台，他在得知菊花和严基宗私通后，把菊花打进了医院。案发当日给菊花打电话，也只是为了和好，并拿回落在菊花处的东西。申崇汉觉得他俩都不是杀人凶手，但唯一有嫌疑的李哲浩却被朴组长释放了，原因竟是李哲浩的电子镣铐定位没有出现在菊花家附近，看来朴组长铁了心要将杀人的罪名加在小金头上。申崇汉放出李哲浩案发当天跟踪菊花和小金的监控，并且指出他的电子镣铐在案发当天被关过1个小时。李哲浩表示自己只是刚好路过，而电子镣铐碰巧没电罢了。申崇汉的前任郑雅又上台作证，指出阳台后门的电子门锁坏了，所以存在第3者闯入的情况，而且8组刀具不见了2把，除了小金身上搜出来的1把，另外还有1把用来切水果的刀不见了。验检察官指出只是推测而已。申崇汉放出菊花手掌心的伤口照片，郑雅说这是刀子游戏造成的，因为伤口里检测出纸巾止血的痕迹，桌子上也留有止血扔下的纸巾，并且桌面上深深浅浅的刀痕也证明了菊花生前经常玩这个游戏。而小金手上的刀伤也并非刺杀菊花导致的，因为伤口的位置看出凶手是刀刃向上的方式行凶，若打滑的话，伤口并不会出现在掌心。结合案发现场的调查，推测这个伤口是小金打上玻璃门而导致的，这直接反驳了负责验尸的国搜科的看法。验检察官则表示，有关验尸的看法还有更多探讨余地，但郑雅根据伤口走向判断出凶手是右撇子，甚至连国搜科也这么认为，而小金却是个实实在在的左撇子。验检察官便想用郑雅和申崇汉曾是夫妻关系做文章，但被郑雅正义凛然地怼了回去，案件再次出现了转机。秃子为小金纹上了嫌疑犯未经审判之前都必须假定为无罪的纹身。小金突然问杜志泰对自己杀人的看法，问他若自己真的杀了菊花呢？虽然案件终于出现转机，但牢狱生活已将那个唯唯诺诺的青年生生折磨成了一副在座的不良黑帮的样子。但又从最后一句话中窥见，也许他并非无辜。某一天第7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精彩关注我，带你下期继续。